Solana 的多单还要继续拿吗？比特币会出现回调风险吗？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，请随我看下去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目前我在 Bybit 上面呢，依然持有这张 Solana 的多单。那目前呢，仓位价值一样没有改动哦，还是$50,000。那我个人呢，还是继续持有这张多单。那不会因为一些震荡或洗盘就把这张单子轻易给抛出去了，因为我认为呢，50块这个价位啊，它是一个很不错突破、很值得开仓的点位。那我也认为呢，如果我们后续能走得健康，50块这个入场价也是不应该回来的。那当然，如果你也有入场的话呢，你应该要挂好止盈止损了，不然就有可能会发生蛮大的风险。那目前是有1000多趴，75倍的杠杆嘛，所以是10多趴的利润，也算是相当丰厚了。那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的话呢，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。现在只要 KYC 入金$100，你就会获得$30的现金，而且可以直接提币走，你不用做任何的交易。你只要 KYC 入金$100就可以拿到$30的现金了。好，那我们回到 Solana 身上，那其实 Solana 呢，我认为我们就直接看一个图表。为什么我认为这个币它是值得炒？其实现在确实有蛮多山寨币不错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 CoinMarketCap 币安上面的数据，我们可以发现呢，上面啊除了比特币跟以太坊之外呢，现货的交易对 Solana 它占了币安整体交易量的4.18%。那仅次于比特币跟以太坊，这可以显见大家真的有很多人在炒 Solana 的现货。那如果我们再看一下永续合约的话呢，也是如此。除了比特币、以太坊之外呢，交易量第3大的标的就是 Solana。所以我认为 Solana 它现在就是一个有人在炒的币种。那当然，我们一定要炒有热点的币种嘛，炒新不炒旧。那我认为 Solana 是一个很不错的标的。我们找山寨币，我们肯定要找波动大，它潜在的涨幅大的。如果说它感觉也没有什么动，或者说在最近的涨幅呢也不是太好，那我个人就不会去操作这种币种。当然了，也不只是 Solana，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我们排行榜下面的一些币种，比如说 BNT 啦、Gas 啊、TIA 啊等等的这些币种。那尤其我认为大家可以去看看 Gas， 我认为 Gas 说不定是蛮有机会的。好，那我们回到比特币的盘面上，其实比特币呢，它在短期上确实是有这种回调的风险。那我们一样先从周线来看，从周线来看呢，我们在这里受阻，其实它显得蛮合理的，它真的显得蛮合理的。我们来注意一下，我们现在的这个点位呢，37,500啊，大家如果还记得，我们大约在1年半前，就大概是1年半前，我们当时呢就有在37,500形成强劲的支撑，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？我个人是很印象深刻，38,000到37,500之间，那当然跌破之后就开启一波暴跌。所以我们再次触摸到这个互换的时候呢，它产生一定的阻力，就显得相当的合理，显得很正常了。那当然，如果我们突破的话，我认为我们绝对有机会可以挑战我们箱体的上缘，大概在45000左右的地方。那48000是假突破的位置哦，不一定能到，但我认为45000呢是我认为蛮有把握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把级别呢切到日线上。其实我们从周线上来看呢，我认为目前它在周线上呢所受到的阻力的情况呢，并不是很强劲。说实话，我认为真的不是很强劲啊。那我也会认为我们会在未来的几周内就会把这个阻力给突破掉了。那前提当然了，中间如果经历了很大的洗盘的话呢，那其实也会承受不了。所以我们还是切到日线级别，尤其我们在操作上呢，总不可能只看着这么大级别的。我们在日线上，它确实是有可能会面临短期的这种回调下跌的风险，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呢，如果我们从 MACD 的这个指标我们来看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发现啊，目前它已经产生了背离，我认为这个背离是已经确定了，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快慢线它已经进行拐头向下了，然后我们的价格呢还在创造新的高点，但我们的 MACD 已经拐头向下，这可以表现出多头的动能其实是在衰竭的，多头的力量呢是在衰竭的，它有在变弱，它没有像之前这么强了。那我们还可以复盘一下，其实我们之前背离呢都发生了哪些事情，以及我们要如何辨别一个好的识别的机会。你可以发现我们之前呢，我们的价格在往上走的时候，我们产生了背离 ，MACD 的快慢线在往下走，那随后就产生了回调嘛。那这个回调呢，我认为它是杀多头啊，真的是杀多头，它不是以震荡的方式杀着，它是用杀多头的方式把杠杆给清干净了。那我认为，其实我们现在呢，如果产生回调的话，是有机会走出像这种杀多头的行情，就是在短时间内下跌很多，但立刻又抽回来了。那这个时候如果下跌的话，就会是好的买入现货的时机点，因为我们会遇到一个蛮好的价位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有多单的话，最好是设的保守一点，不然很容易就被洗掉了。我们面临一定的回调，但我们最后还是上涨了。
那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之后的例子，你可以看我们在这个位置呢，它一样是产生了价格创了新高，但我们 MACD 呢，它又更低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又产生了回调。不过，我认为辨别很重要的基准点呢，就是我们当时在下跌的时候，它有没有产生量能啊？如果说没有产生量能的话，那么我认为我们的背离呢，很有可能就不会发酵，因为其实背离啊，很有可能再上去一个高峰，并且形成双重背离了。那我个人呢，在这次的背离呢，如果形成的话，即使它确认了，我个人也不会去做空了，顶多就是把我现货的仓位呢，我现货的风险去把它对冲掉，或者说直接平仓掉了。我自己是不会去抓现在的空头的机会的。我认为我们现在在走多头趋势呢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把多头的机会给牢牢的把握住。你可以看我们当时啊，它就产生了这种双重的背离啊。你可以看我们的高点不断的创新高嘛，但是我们的 MACD 呢就开始走弱了。而且我认为我们这段的行情它是很值得类比的，因为我们就开始走弧了嘛。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走的这个斜率很大，后来就慢慢走弧了。那你可以发现我们在比特币之前的这段行情，我们就是走这样的行为，然后后面我们也产生了杀多头的行情。那杀多头呢，绝对会是最好买入现货、抄底现货的时机点，它就形成顶部了。然后我们在这个位置呢，它也有形成一个顶部，价格创了新高，但我们 MACD 呢，它就创了新低。那高点却在降低，那这就绝对是一个背离的信号。你看到我们后面也有这种，它直接开启一波空头了嘛？那我认为辨别的关键就是它有没有出现这种爆量的红 K。如果说没有的话，像我们前面它还在震荡，那它说不定就还会再有一个高点，或者说也有可能我们涨得很强劲，把这个背离给冲散，也有可能，这个是最强劲的一种走势。那我认为，以我们现在的这种盘面上来看呢，走这种走势并不是不可能的，把背离冲散，或者是说再创一个高峰，那这对于如果说你想要先去抓住这波背离的人来说呢，都会有很大的风险，所以我个人就不会操作，我只抓做多的机会。那你可以看到我们前面呢，其实也是有产生这种双重背离的情况。那双重背离是效果非常好的，你可以看到我们两次这几次的这个结果呢，都有很大的效果。当然了，行情它都是涨涨跌跌的嘛，它不可能只有涨然后都不回调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但以我现在的观察，我不认为我们在日线上它有很大的风险，因为你可以看我们的回调的量能都还是很小的，那我们在这里产生阻力，真的太正常不过了，因为我们遇到了前期箱体的下缘嘛。那如果说我们从4小时的机会来看，你可以发现，其实量能是很缩的，我们确实是有衰竭。你可以看，如果我们从4小时来看的话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上涨的很强劲，斜率很大，后来呢开始震荡了，然后现在呢走弧了，所以变弱势绝对是有的。但你说变弱势，那是不是能说明我们这波多头就已经结束了呢？我认为是不行，除非我们有见到更进一步的信号。那即使它真的下跌了，这波空头我也是不会去抓的，我会抓的是抄底的机会，不管是再加上现货也好了，或者说合约也好。好，非常感谢各位，非常欢迎各位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真的非常感谢各位，拜拜。